大家好，由于气象预报会连续降雨，降雨前就挪往地势比较高的后院活动。虽然说下雨前进行移植是不错的时机但是前院地势比较低，又是土壤容易湿黏的场地，后续要进行空间调整会比较麻烦。现在要进行移植的这个小区块呢，也是蒜头采收完整地后，将土壤堆砌起来多日。虽然这土壤比较疏松，不过土壤的团粒结构不错因此经过多日的闲置曝晒呢，下方的土壤仍然能保有湿度这在夏季种植时就更为重要，因为一旁虽然有天然自动进水的蓄水池，但是下雨的频率非常低地下水水位降得很深，只要外面灌溉河道停水，水一样会被往下吸干目前已经正开始思考如何加设防水布的安排，而家庭种植，很多人会担心连作的问题，除非是短天期的叶菜类，否则倒是不用考虑这个问题采用轮作不同作物，也不太需要特别安排，因为冷热分明的气候呢，自动就会调节种植作物的种类尤其如果是习惯直接购买幼苗种植的话，更不用担心因为在夏天呢，你也买不到冬天的菜苗。而现在这个位置一样要采用立垄垫高种植的方式，因为虽然天气热，但是雨水期的问题得优先考虑毕竟缺水或是水患呢，缺水还是比较好控制在进行移植前，先将预计种植的凹槽挖好，除了比较容易控制间距之外，也有以备不时之需的效果。在走道的左侧，夏季的芦笋已经有采收量。芦笋是多年生的作物，天气一热就有的采收了。而右侧防虫网内的作物，则是十字花科类作物走道两侧刚好形成不同的世界，这也是为何说没有很急着种植夏日作物的原因。而这防虫网内一旁就成了育苗的小空间，刚好可以庇佑幼苗，防止鸟害的效果。至于防虫网内还在挣扎的冬季作物，下一步有趣的影片再进行说明。现在进行移植的是艾蜜莉洋香瓜，调节一下蔬菜的数量，因为前一天有浇过水，挖掘前偷懒没有再浇一次水挖起时根系带起的土壤还没能是一大团这挖起后就直接摆在先挖好的凹洞里，可以避免土壤脱落得太严重。土壤湿度够的话，也可以包覆更多的土壤会更好。不过这样自行育苗所带的土已经比种苗多了，要移植成功算是相当容易至于种植的深度，就维持播种时的深度就好。若是想要种植高一点，可以事先将土壤垫高，别种植过深再拼命培土自欺欺人的以为这样就是种植在比较高的位置上。底茎埋太深并非好事若是出现裸根的现象，再进行培土就好。
选择先移植好才进行立柱提供攀爬的原因呢？除了因为这样可以比较方便移植之外，因为植株大小不同，移植过程间距多少会跑掉。立柱的过程还可以透过立柱在植株的左右两侧来调整植株生长的间距啊，而采用立垄垫高种植进行立柱会比较轻松。后来觉得不合理，又进行挖掘，才发现第一根竹子下方刚好有10块啦。因为这是刚种植过蒜头的土壤，种植蒜头的土壤含钾肥的量一般会比较多。现在刚移植好，就直接使用咖啡渣酵素来调整土壤，拉高氮肥，刺激长叶的速度。至于剩下的空间，就塞点夏季价格容易暴涨的青葱。只是这地势与日后可以培土的量呢，种植的深度就不适合太深。这在雨水期葱价高涨、买不下手的时机呢，算是雪中送炭很好的作物了。终于把墙边都先塞满作物了，棚架上则还需努力3天后都还没上柱就开始开花了。不过这说明了对于移植后的环境适应良好，直接摘除花蕊，再多点叶片才进行留果多一点的叶片才方便行使光合作用，自己提供养分。最后这是防虫网内整理后的作为在沟槽里埋下发酵后的甘蔗渣，就先当作下部影片的预告片。谢谢收看。